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，俗话说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虽然不没有巧舌如簧的投机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会做人的人都会说话。很多时候话说好了，事情就办好了。如果一时不察，不小心说错了话，就会祸从口出，辛辛苦苦的努力都会毁在不会说话上。所以说话是一门学问，为把事情办好，掌握适当的说话技巧和方法非常重要。鬼谷子认为，说话要分对象，把握这9个套路，帮你的人会越来越多。一起来看看吧。鬼谷子认为，纵横捭阖，人心为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说的是，如果想要纵横天下，心肠必须足够冷，才能有大出息。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很凉薄，但是揭示了会说话的本质，不能由心而发。说出来的话不一定是心里所想的，也不要过于热心主动，做个冷眼旁观的外人，才能把局势看得更清楚，把话说到点子上。鬼谷子一门英才辈出，纵横整个战国时代，他的弟子都是口才高手，说话真假莫测，却能让人心悦诚服，最终驱动整个天下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是因为鬼谷子的门人都擅长琢磨人心，懂得攻心为上，通过一番言语就能折服对方，最终让天下万物皆为己用，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。三国志马谡有云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所谓攻心，就是兵不血刃，通过捕捉对手的内心活动，用言语去扰乱对手。鬼谷子提出针对不同对象的9种说话套路。一、与智者言，易于博。与智者说话要依靠知识渊博，智者见多识广，才气过人，非常人可比。因此他们更愿与知识渊博的人交流。和这种人对话的底气在于自己的知识积累，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价值，引起他们的好感和共鸣。因为聪明人充满求知欲，新知识、新思维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，但是他们很容易就能判断说话中的价值与真伪。所谓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在交谈中还能相互发现漏洞和不足，取长补短，共同提升。但是在聪明人面前不能自作聪明，不懂装懂，只会弄巧成拙。如果自己实在没有某方面的学识和见解，最可贵的态度就是沉默。多听少说，虚心学习的态度，也能获得智者的认同。所谓的易于博，既可以是自己的，也可以是对方的。二、与博者言，易于辩。与博者说话要凭借有理有据，智者的底蕴是真实的广度。不同的博者有思维的深度，因此与博者交谈要积极思考，并凭借思考结果积极辩论，在共同问题上有理有据，去深刻发掘问题本质。有理有据的辩证思维更能打动他们。但是论证思维不等于雄辩，旁征博引的钻研问题，不是为了扳倒对方的观点引起对方反感，客观的论是为了走出思维误区，共同提高，这样博者才会乐于交谈论证。三、与辩者言，易于要。与辩者说话要懂得抓住重点，和能言善辩的人对话一定要抓住重点，一针见血，不能拖沓。辩者就是好辩论之人，有时候也爱抬杠。内心不坚定的人更喜欢炫耀自己的见解，言谈往往杂乱无头绪。与辩者对话，只要抓住重点就行，不要被他绕着走，简明扼要的点明利害就行。如果遇到一个雄辩的人，干脆就让他过主追印，没有必要去纠结细节。但是一定要注意重点问题、原则问题不能让步。四、与贵者言，易于事。与贵者说话要稳住自身气势，
和权贵对话要保持自己的气场，不卑不亢。现代人往往会进入一个交流误区，和地位尊贵的人说话卑躬屈膝，拍马奉承，觉得把他们哄开心才好办事。好话谁不爱听呢？但是类似的话别人已经说过太多，即使自己足够卑微，换来对方侧目，那也只不过是施舍。其实对方心里压根就不会尊重自己。权贵身上都带着贵气与威势，很多人见到这样的人已经首先怯弱了。实际上这时最应该稳住自己的气势，与地位无关，做到不卑不亢不怯不怒的人，才能得到贵养垂青。5. 与富者言一语高，与富者说话要彰显境界高度。这句话就很简单了，和有钱人说话多谈高雅的事物就对了。有钱人在物质上已经超越大多数人，他们渴望更高的高度，是为了能让人生层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。和有钱人说话天马行空的高谈阔论是最受欢迎的，创意杰出的话题会让他们有接触新世界的惊喜。6. 与贫者言一于利，与贫者说话要施以实在利好。和穷人说话实实在在的利益交换胜于任何承诺。穷人都困于生计，连饭都吃不饱，不要和他们谈人生理想，不要说过去未来，他们实实在在的活在当下，能够切实解决他们眼下的困难是最好的。穷人实际说话实在就行，对话要落到实处，家长里短和可以预见的计划更能激为人心。但切记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成大器者应该有大德，不能因为对方对贫穷的焦虑而唆使他们铤而走险，如止损利己的做法是处世大忌。7. 与贱者言一语谦，与贱者说话要学会谦虚卑下。贱者是相对贵者而言的，就是比自己地位卑微的人，和他们对话要懂得谦卑。地位卑微的人受过的轻视更多，自尊心很脆弱，和人相处缺乏认同。和他们说话如果能做到谦卑卑下，他们能感受到关怀和尊重，自然心怀感激，更乐于给自己提供帮助。所谓贱者也不乏怀才不遇的人，生命是平等的，人生的机遇划分为所谓的贵贱，与他们说话谦虚保持尊重。8. 与勇者言一于敢，与勇者说话要自信大胆直言。勇敢的人信奉一力破万法，说话不喜欢绕来绕去，有什么想法只管大胆果决直言。勇敢的人对自己的能力都有极强的自信，拐弯抹角只会引起反感，更不要刻意吹捧，因为他们足够自信，根本不需要恭维。过于明显的恭维会让人觉得居心不良，导致事与愿违。所谓不打不相识，勇者也不喜欢怯弱的人，畏畏缩缩的态度只会让人没好感。和他们说话痛痛快快直截了当就行，大胆直言才能得到敬佩和尊重。9. 与愚者言一于锐，与愚者说话要观点深刻尖锐。与愚笨的人说话要观点鲜明，让对方有深刻的理解。愚笨的人理解能力差，见识有限，文绉绉的语法他们理解不了，长篇大论他们又记不住。所以说话不要晦涩难懂，简简单单说明立场和论点就行，务必清晰易懂，简单直接，意义深刻最好。正所谓言为心声，要学会鬼谷子提出的说话技巧中的博要，高谦敢锐，自己也必须先提高自身的修养，具备同等品质，否则就会变成巧舌如簧，大言不惭。而按照鬼谷子所教导的因人而异的说话技巧，才真正是大智慧。记住，说话要有智慧，把话说好是需要技巧的。做一个会说话的人，
才能人见人爱，有贵人相助，做事自然就得心应手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